嗨，我是小明，欢迎来到区块链 AI 新闻，这里将为你每日呈现最新、最有价值的区块链新闻报道。Binance US 只是挡箭牌。华尔街日报，币安躲避美国监管蓄谋已久，说明原因。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，币安创立美国实体 Binance US 的真实目的是为了避开美国监管的管辖。该报道援引币安内部的计划，称币安在2019年就制定了避开美国监管的计划，因此创立了 Binance US。这意味着 Binance US 在美国合规运营只是一个表面的操作，实际上是为币安在美国提供避风港。报道还揭示，币安曾试图聘请 SEC 主席盖威·甘瑟勒担任顾问，但遭到拒绝。据报道，2018年时，盖威·甘瑟勒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期间，曾与币安投资公司 Quay Trading 的创始人 Harry Zhou以及时任币安风险投资部门负责人 Alazan 会面，但最终他拒绝了成为币安的顾问。根据报道，币安和 Binance US 之间的关系显然非比寻常，这也引起美国监管机构的关注。币安高层人员曾在2019年表示，如果美国监管机构对该公司提出任何诉讼，会对币安的业务和员工带来和尘埃般的严重冲击。因此，币安应拟定对策，以回避监管挑战。币安曾对外宣称 ，Binance US 是一个独立的实体，与币安仅限合作关系，但这一直是美国监管机关调查的重点。报道中指出，币安和 Binance US 之间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，且币安曾采取措施降低风险，如设立一个美国实体来吸引执法和监管调查，从而使币安免受审查。针对报道，币安发言人表示 ，Binance US 在成立之初时确实是通过与 Binance.com 技术团队达成协议，建立技术基础设施，并为新的美国合规交易所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，但这只是支持其他交易所的白标服务。币安表示，在合规性方面已经进行了许多改变，对合规人才、流程和技术进行了大量投资。今天在合规方面已是一家截然不同的公司。这则新闻利空币安指数为 70%。WSJ Binance 曾试图聘请盖威·甘瑟勒担任顾问。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，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Binance 曾试图在盖威·甘瑟勒成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之前聘请他担任顾问。据报道，这些努力包括2018年10月与甘瑟勒、前币安风投部门负责人埃拉桑和 Harry Zhou 举行的会议，但甘瑟勒拒绝了这一提议。Binance 此前曾聘请其他美国政府官员担任顾问，包括蒙大拿州前参议员 Max Baucus。这则新闻利多币安指数为 80%。Ripple 半数支付公司认为商家将在1至3年内接受加密货币结算。据 Ripple 和美国快速支付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，超过一半接受调查的支付公司负责人认为，预计大多数商家将在1到3年内接受加密货币作为结算方式。虽然总体上看好加密货币可能具有的优点，但只有 17%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采用加密货币作为支付手段，其中的忧虑来源包括监管的不确定性、有限的行业接受度和对客户保护的担忧。他们认为，区块链技术将在不久的将来实现更快的金融交易。这则新闻利多加密圈子指数为 80%。Yuga Labs 12Fold 拍卖已开始，前288名出价者将赢得铭文。Yuga Labs 公司宣布，基于 Ordinal 协议的系列 12Fold 的拍卖已经开始，拍卖将于2023年3月7日7点之前结束。该系列包含300件限量版生成艺术作品，其中288件作品参与拍卖，12件用于捐助或慈善。参与拍卖的用户需要2个比特币钱包地址。如果用户要出价，需输入一个空的字托管比特币 Taproot 启用钱包地址，以在那里接收铭文。前288名出价者将赢得铭文。排行榜将显示当前的出价排名。中标者将在拍卖结束后1周内收到他们的 12Fold 序号铭文。官方数据显示，该系列目前最高出价为 1.11 枚 BTC，24,864约翰美元。这则新闻利多Yuga Labs指数为 80%。马斯克，推特将于本月推出加密私信功能。马斯克最近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条推文，表示推特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推出加密私信功能。据悉，该功能将允许用户在私人聊天中使用任何反应表情符号，并加密回复私信，这将增强用户在推特上的隐私和安全性。推特一直在努力改善其隐私和安全功能，以吸引更多用户使用其平台。这则新闻利多推特股价指数为 80%。谢谢观看区块链 AI 新闻。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区块链新闻和见解，请定期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继续为你带来最新的资讯。